跨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界限，我望向这黑夜，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即使终于烟雨裂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吹云残命不凡。世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？一念纵身俯瞰，刀剑出鞘，漫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。赤冲云上，玄武剑气焰四方。踏过风浪，飞舞四方，几乎苍生义无妨。青山之巅，你我共撑一世狂。护着一个叛党后人，叶小英，你可是想造反？叛党后人当初闯入天启城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来，如今人受伤了，一个两个全来，当真是有趣的很呐。王爷，你们回去告诉他。为了朝局稳定，我可以与昔日的好友背道而行，也可以强行散人姻缘。我不惧世人如何看我，但是可以，不代表我认同。叶鼎之的生死是我的底线，我不同意他死，除非我先死。滚！撤！头儿，这些都是你那好哥哥的人吧？小英啊，我这样是不是很让人讨厌？讲真的，你是为了大义。在我看来，你的这位兄长和亲王和长皇子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。虽然这话不中听，但是我得说给你。王爷，技能冲天，何不为龙？你知道的，我们都会帮你。王爷，退下吧。是。来人，王爷有何吩咐？去太医院给王妃寻一副药，一副能在人睡着之后无知无觉的药。是。
吴相使，公主回来了。北阙已经消失很多年了，吴相使也不必再唤我这声公主。这句话包含了太多重的意思啊，公主。看来吴相使已经有所耳闻了。想必公主有许多话想要与我说，可我不想听。就请公主殿下在此好好想一想吧。吴相，你想要造反吗？背叛了北阙才是真正的造反，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。我希望公主在这些天里能够想明白这一点。小姐，齐轩，是你吗？小姐，有时候我还真是琢磨不透你。你说你是聪明还是傻？有些道理跟我讲就算了，我读书少，好骗。你跟吴相使讲什么道理啊？说输了要被责罚，说赢了，直接就被关了。这你可就错了。这次我还没说，就被关了。小姐现在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？可是我终究要回来这么一趟的呀，这样我才能问心无愧。那小姐对我有没有愧？我又要想办法救你出去了。齐轩，你不必为我以身犯险。那小子呢？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快活呢？他现在估计在天启城见到他的师兄们了。他这个酒痴，估计又是醉了。侯爷，东军呢？就在马车内，但是奉了世子的命令，绑了天龙锁。立马把天龙锁解开。是。公子，侯爷在等你。东军，你辛苦了。爷爷，这一次是你父亲下了狠心。爷爷，我曾经答应过他，镇西侯府从此以后所有的事，让他来决定。你父亲说要把你关起来，直到他回来以后。你可有不满呢？东军没有任何不满，全听爷爷和父亲处置。东军只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我不希望关在镇西侯府的后院，我在乾隆城还有另一个家，请爷爷把我关在那里。至于我的这位朋友，在他伤好之后，还请送他离开乾隆城。好。多谢爷爷，东军给您添麻烦了。哎呀，能有什么麻烦？你起来再说，你起来再说呀！来。
你的事，爷爷我都知道。爷爷觉得你没有做错。要是爷爷当年能有你这样的少年勇气，那叶雨有可能还能活到今天。东君，你放心，所有的事，爷爷我担着。我不会像叶雨那傻子一样。要是谁敢动我的家人，我要他好看。爷爷，师父，我回来了。风声过窗棂，江湖潇潇雨，心声变幻烟波里。天下有几人可识群英？豪气落座，相逢且知己。待我策马长风里，天涯任浪迹。前路纵然如迷不停蹄，如今乘风已远远去。今夕是何夕？路马现已成扬起。镇西侯府要把百里东军关到什么时候？这是我们侯府的家事，就不必知会司空公子了。司空公子，还是走好自己的路。今日再不出黔东城，明日可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。哼！素闻镇西侯当年在战场上骁勇善战，令人闻风丧胆。今日一看，不过尔尔。百里东军不过是为兄拔剑，一不曾杀人，二不曾作乱。何至于把他软禁起来？镇西侯功勋之大，难道怕一个小小的景玉王？信口雌黄的小儿，滚！我滚你个头滚！你再骂一句试试！我还会再回来的。等我成为你们口中枪仙的时候。子姐呀，风姑娘今日还是不出来弹琴吗？二爷，你每日都来问，我都不好意思回你了。哎，姑娘这些时间心情不太好，您怕是还要再等等喽。没滋味儿啊，百花楼越来越没滋味儿了。这位可是千间台的涂二爷。是，在下涂婉。我家小姐有请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家小姐有请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嘿嘿，诸位，今日我高兴啊！全场所有的账单记在我徒儿头上。谢谢二爷。风姑娘，在下涂婉。涂二爷坐。
喝茶。啊，徒儿爷，茶叶。嘿，姑娘见笑了。不知姑娘突然叫我，可有什么事情啊？二爷是千金台的二当家。哈哈，我虽然很少出门，但对千金台的大名也是素有耳闻。哎，那是自然。我们千金台啊，可是很有钱的。只要姑娘愿意，我可以把这百花楼都买下来送给姑娘。这倒不必，我只是觉得千金台在天启城中的势力这样大啊，应该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。听姑娘的意思，是想打探一些情报。情报不至于，只是我听说，前几日有人在天启城中纵马。他们说，是随李先生一起游历的学堂小弟子百里东君，他身边还跟着一位拿着枪的少年。只是第二日，就没有人再见到他们了。姑娘是想知道，他们此行来做了什么？尤其是那个拿枪的呆子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不懂他有什么好的。看来姑娘心里还是放不下那少年。二爷，您愿意告诉我吗？这此间的秘闻若是乱传的话，那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要是姑娘问起来的话，那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嘛。嘿嘿。以后徒二爷来听曲儿，留雅座，不必提前到。哈哈哈，姑娘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二爷请讲。这毕竟是杀头的大罪，我只能在姑娘耳边低语。大胆。可以。得罪了。知道我是谁吗你？姑娘，他是来相亲的啊，你放心，人没事儿啊，就是受了点伤，雅座的事儿再上上心啊。混蛋，回都回来了，竟然去抢别人的钱。看来这金龙变还得是要害才行。等我成为天下第一，让我回来。成与不成，都在一念之间。您又高深了，我读书少，听不懂。你是有慧根的，
有机会听不懂。我是在想，倘若叶鼎之真有成为天下第一那一天，那必定是很多年之后了。到那时，他再去天启城找他，又有何意义呢？吴晨，要出发了。来了！师傅别催啊！不是师傅要催，是晚了咱就赶不上了。嗯，嘿，您这是要走了？那么，再会了，走了。再会。再会。师傅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等等我呀。走。萧若风把叶鼎之看得可够严呢，不仅有亲信守护着，连走了也要派个老东西跟着。二小姐，看来现在还不是带走叶鼎之的时候。派人跟着他吧，看看他到底要去哪儿。徐徐图之便是。我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我得不到的。师傅，我坚持不住了。这么一个小行囊，你就坚持不住了？师傅，我是想的，我背着这个行囊要走好几百里路，然后我就坚持不住了。我们修行者还怕这点苦？我们修行者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怎么苦就需要吃了？哎，你觉得你说了这么多，师傅就不走了啊？哼，师傅的脾气比山下那头大黑牛还要倔，说走肯定走。那你还说什么呀？说还不让人说了。吴晨啊，你知道我们要去的那座山底下有座姑苏城吗？那又怎样？能比得上天启？天启城里好玩的，我可是见了多了。虽然这姑苏城不比天启城大，可是要比这天启城有趣的多了。春日街头，卖花、斗虾、跳板子、演杂耍，你喜欢的都有。而且啊，那里的糖葫芦是特别的好吃。等到了，师傅就给你买2串，一串吃，一串看。你说怎么样？那就说，师傅赶紧走，赶紧走。阿玉，阿玉，等一会儿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。父亲放心，自然不会太过火。父亲大人，我回来了。夫人。夫人，有话好好说啊！你说我是给你下个3寸灰好呢，还是5更死好呢？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不是说好不要太过火的吗？我让你去天启城参加婚宴，让你打儿子了吗？让你把儿子带回来关禁闭了吗？他抢个亲怎么了？你不抢亲，现在能有他？不是，你不是老骂他没出息吗？他子承父业，你还不满意了？你现在就去把他给我放出来！不行啊，夫人，现在灌他些食，将来对他的成长很重要。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。
好啊，那我也让你成长成长。三德惠，夫人莫冲动啊！你们夫妻俩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啊，我可是等着成风，不想看你们打架。啊！我晚上在后院等你。我今晚睡兵营。行，那你以后就都跟我在兵营待着。吓死我了！啊，爹，你也不管管，刚才你儿子差点让他打死。东军这脾气都是他给惯的。还有你老子我惯的。天启城抢亲，东军帮的那个人，真的是叶兄弟的后人吗？我私下问过琅琊王了，身份确认无疑，的确是当年叶家被灭门的时候侥幸逃出来的小云儿，他现在改了名字，叫叶鼎之。叶鼎之，这名字好啊。没想到叶兄弟去世了这么久，竟然还有后人留在这世上。是啊，要不说苍天有眼呐。他现在安全吗？琅琊王说已经派人将他秘密送出天启，承诺我保护他周全。帝王家说的话不可尽信，我看我们还是要暗中找些人保护他。毕竟当年我们救不了叶兄弟，最起码我们现在能保住他的血脉。儿子明白。不过，儿子心里告诉自己，萧若风这个人是值得相信的。他可以相信，那萧若锦呢？如父亲所言，是帝王家的人。琅琊王天纵之才，也算是有人得，但往往这种人无心地位，只有锦玉王这种人，他才急于夺取权力。我们一定要小心。是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他一下？我倒是第一次看到东军能待在一个地方这么久。算了吧，估计他不太想见我。如果你不出手，他跟那小云儿必死无疑。你呀，最起码得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啊。都是些孩子，说了不听。孩子，我好像听到刚才有人说，他已经不是孩子了嘛。你呀，吴禅呐，师傅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都记住了吗？哎呀，不听，王八念经。我是王八，你就是个小王八。哼，师傅，你也不拿出个地图，我们就这么走，我们能走到那古都城吗？不急，还有要事要做。呀，是他，他不是在我们院子里住了好些日子？听说抓住是要被杀头的那位吗？这么巧啊，叶少侠也在这里。既然相逢，不如同行。相逢，说的倒是冠冕堂皇。素闻忘忧老人修为高深，不履俗世，这什么时候竟成了北离皇朝的鹰犬，信着跟踪之事了？你跟了我这一路，到这里，也该是个头了吧？叶少侠此言差矣，老朽就是因为不喜欢天启城，才远行遁走的。只是这路上着实无趣，
我又不会武功，所以希望能与叶少侠同行，希望少侠能够看顾我们老幼一二。师傅，你没说过要和他同行呀？别说话。可我又为什么要与你同行？呦呦呦呦！吓死我了！有趣。师傅不会武功，徒弟倒是个未来的高手。嘿嘿，叶少侠说笑了。哼，我不需要什么同行之人，我自己的路，我一个人走。叶少侠莫急。你还说不会武功？叶少侠，老朽可真的不会武功，能躲，能跑，还能什么呢？果然，般若心中落。我还会困。师傅。叶少侠，还是与老朽同行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魔仙剑走的毕竟是魔道，从前叶少侠心中坚定，故而无妨。可如今少侠心有所求，却苦而不得，所以心境自然就不稳了。心境不稳，屏障破碎，魔念便会侵蚀入体，也就有了如此结果。这就是老朽为何执意要与叶少侠同行。只需2年，2年过后，叶少侠的心境稳固了，便不怕魔功反噬了。为何帮我？我们修行中人，不是要讲究同舟共济吗？我见到叶少侠，而叶少侠又正巧有难，便就帮了，又要什么理由呢？实不相瞒，叶某此行没有目的，更不知要去往何处。我原本以为我能带他逃离天启，我们一同回男爵。我在那儿有一间草庐，四周有竹，有山，有水。我们一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姑苏城外有座山，那里正适合我们这样的隐士修行。我此番前来，便是要往那里去。姑苏城是座好城，山也是座好山。既然叶少侠不知前往何处，不如就随老朽一起到那里去吧。那里离天启城很远，没有人会打搅你。只需要2年，对吗？最多2年。2年之后，我的魔仙剑便不会再反噬。不但不会反噬，
还能更进一个境界。好。师傅，原来你真的很厉害呀，居然能凭空变出一口大钟来。那师傅，你能凭空变出一根糖葫芦吗？不能。妹妹，你回来了。是，我回来了。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听他们说了，你打算放弃复国之事。你骗了我，背叛了我们。妹妹，姐姐。你好无情！你难道已经忘记母后的死了吗？我没有，正是因为我见过了母后的死，经历过了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，我才不希望这种事情再降临到别人身上。战争。那需要无数无辜的生命去填补，故国已不复，我们为什么不重建一个新的家园？你不过就是喜欢上百里东君，你就是为了一己之私，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。是，我是喜欢上了百里东君，但这与我的决定无关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在你心里，儿女私情这种缥缈的感情，也值得用生死去托付吗？月瑶，别说笑话了。于他而言，你就是个骗子。就是个有着国仇家恨的仇人。我们的感情当然值得用生死去托付。妹妹，那是因为你还不曾遇到。就算是生死托付又如何？最后还不是无能为力。你说什么？你的百里东君帮他的好朋友叶鼎之抢亲去了，不过最后失败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怕是已经死了。东君，
要是有个人能来陪我就好了。要不我先去捣鼓一下师傅给我留的那把琴。怎么，这就耐不住了？听你的声音，似乎刚睡醒的样子。世子爷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就好奇，这次你一声不吭，乖乖领了罚，在这里待着，是开窍了，还是想和我斗气？现在看，都不是。你是想找个地方来偷懒？谁偷懒了？我这又练琴又练剑的，有本事你进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谁要跟你比划呀？我来这里是要问你，为何进你的族？你想清楚了吗？因为我是为我的朋友抢亲，而我抢亲的对象就是天极城里的王爷。我姓百里，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，我身后还站着整个镇西侯府。放屁！我看你跟李先生学的都学到狗肚子里了。云儿是你儿时的挚友，是你长大后生死之交的兄弟，你帮兄弟抢亲，这件事本没有错。就算如你所说，会连累镇西侯府，你依然也没有错。如果我们行在世间，只为了功利虚名而蝇营狗苟，那还算得了什么好汉？你错的只是你自不量力。自不量力，就是你做了自己还做不到的事情，却承担不了失败的后果。不过你倒也不愧是我的种，你老子年轻的时候也抢过亲。当年我要娶你母亲，但你外公不同意，因为已经将你的母亲许配给岭南许家的长公子。于是他们成婚那天，我便去抢了亲。当时你爷爷也不支持我，你爷爷有千军万马，却任由我一人一剑去抢的亲。但没关系，从许家的长公子到许家的掌门到许家的供奉，一一倒在了我的剑下。我能够带走你的母亲，除了两情相悦，还因为我有这个实力。而你有实力吗？这才是我关你在这里禁足的真正原因。你也知道，如今的泰安帝已不是当年和你爷爷与叶羽将军同生共死的兄弟了。曾经的义气，哪能抵得过被权力冷硬的心？所以你爷爷一直不希望你掺和进这复杂的事情中去。但你既然自己选择进入，那就要做好准备。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你随时可以离开这里，只不过如何？告诉门外这些士兵，你准备好了。只有一次机会，我可不是什么闲人，没时间经常跑到这里找你聊天。反正你记好了，若想提前出去，就让人给我带话。我很期望你来找我的时候，能让我看到你真正的能力。世子爷，臭小子，不要再这么叫我，我是你爹。百里成风，你个臭小子你！老爹，多谢你。多谢你能和我说出这番话。
行了，你个臭小子，好好练功吧你。嘿，嘴硬。让一片轻轻微风绕心游弋，听波般忽泛涟漪，人教春泥。只听枝桠攘攘嬉戏，在风下喃喃细语。月下描摹花瓣情泥，仿若园丁望你悠悠倩影，辗转遥遥千寻，随你到日暮晚晴。细听烟雨伴着斜影，此事与谁？浪迹人间弹奏青涩和